經引導，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4部分，柵欄。第16章。醫生繼續講述，船是怎麼被放棄的。大約1點半，水手們說是3點鐘，2艘小船離開了伊斯帕尼奧拉號，向岸邊駛去。船長鄉紳和我正在船艙裡討論這件事。如果有一點風，我們就會襲擊留在船上的6個叛徒，解開纜繩，然後駕船出海。但是沒有風，更糟糕的是，亨特跑來報告說吉姆·霍金斯已經上了一艘小船，和他們一起走了。我們從不懷疑吉姆·霍金斯，但我們為他的安全擔心。當時的情況是，我們有50%的可能再也見不到這個男孩了。我們跑到甲板上，船體的縫隙裡有瀝青在冒泡，這個地方難聞的氣味讓我感到惡心。如果說有人曾經有機會聞到熱病和痢疾的味道，那一定是在這個可惡的停泊處。6個壞蛋坐在前甲板的一張帆下竊竊私語。我們看到小船停泊在岸邊，每艘船上都坐着一個人，靠近河流入海口的地方。其中一人正在吹着一首名叫《莉里布萊羅》的曲子。等待讓人難以忍受，所以決定讓亨特和我乘小艇去岸邊打探消息。大船向右邊去了，但是亨特和我直接畫向地圖上標明的柵欄。那2個看守小船的人看到我們出現時，顯得非常激動。吹莉莉布萊羅的人立刻停了下來，我看到他們倆在商量該怎麼辦。如果他們當時去告訴希爾弗，事情也許會完全不同。但我猜想，他們有命令要遵守，所以他們決定安靜地坐在原地，又開始吹起了莉莉布萊羅。海岸上有一個小小的突出物，我把小艇畫向那裡，目的是讓那個突出物擋在我們和那2個人之間，這樣，甚至在我們上岸之前，他們就看不到小艇了。我跳到岸上，開始盡可能快地走。為了防暑，我在帽子底下墊了一塊大絲綢手帕，並且為了以防萬一，帶了幾把手槍。我剛走了100碼，就到了柵欄。我來告訴你們它是什麼樣子的。一股清澈的泉水幾乎從一個小山丘的頂上湧出來。在小山丘上，圍繞着泉水，他們建了一個堅固的原木小屋。如果情況緊急，可以容納20幾個人，而且4面都有射擊孔，可以用來射擊火槍。在小屋周圍，他們清理出了一大片空地，並用6英尺高的柵欄圍起來，沒有門或開口。柵欄非常堅固，沒有人可以在短時間內輕易推倒它，而且非常開闊，無法給圍攻者提供任何掩護。小屋裡的人會佔盡優勢，因為他們會得到很好的保護，並且可以像打獵鷽鴣一樣攻擊來犯者。他們只需要保持警惕並有充足的食物，因為除了可能發生的突然襲擊之外，他們可以在那裡抵抗一整個團的兵力。我特別注意的是泉水，因為雖然我們在伊斯帕尼奧拉號的船艙裡有一個很好的避難所，有充足的武器和彈藥，以及食物和上好的葡萄酒，但是我們忽略了一件事，我們沒有水。我正在想這件事，這時整個島嶼都回盪着一個垂死之人的叫聲。暴力死亡對我來說並不新鮮，我曾在坎伯蘭公爵殿下麾下服役，而且我自己也在豐特努瓦受過傷，但我的脈搏停止了跳動，然後又重新開始跳動。吉姆·霍金斯死了是我的第一個念頭。當過士兵有好處，但當過醫生更好。在我們的職業中，沒有時間胡思亂想，所以我立刻做出了決定，跑回海灘，跳上了小艇。幸運的是，亨特很會划船，小艇在水面上飛馳，我們很快就到了帆船的旁邊，我立刻爬了上去。
我發現他們都非常驚慌，這是正常的。鄉紳坐在那裡，臉色蒼白如紙，想着他把我們帶入的危險，願上帝保佑他。前甲板上的一個水手也好不到哪裡去。這個人，斯莫利特船長指着那個水手說，是個新手。醫生聽到叫聲時，他差點暈倒。只要稍加努力，就可以把他爭取到我們這邊來。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了船長，我們一起商定了實施的細節。我們讓老雷德魯斯守在船艙和前甲板之間的通道裡，帶着3-4支裝好彈藥的火槍和一張床墊來保護自己。亨特把小艇划到船尾窗戶的下面，喬伊斯和我開始往裡面裝火藥罐、火槍、餅乾袋、鹹肉桶、1桶白蘭地和我的珍貴藥箱。與此同時，鄉紳和船長留在甲板上，後者叫來了水手長，他是船上剩下的人中權力最大的人。漢茲先生，他說，我們2個人在這裡，每人都帶着幾把手槍。如果你們中任何人有任何可疑的舉動，他就死定了。他們非常驚訝，經過短暫的商議，他們蜂擁着走下樓梯，無疑是想從後面襲擊我們。但是，當他們看到雷德魯斯在通道的射擊孔處等着他們時，他們轉過身，其中一人又把頭伸回了甲板上。下去，狗！船長喊道。那顆頭又縮了回去。我們暫時沒有再聽到那6個膽小的水手的消息。那時，我們把東西盡可能地裝在小艇裡，裝到我們認為安全的程度。喬伊斯和我從船尾的窗戶出去，再次向海岸駛去，速度盡可能快。第2次航行引起了岸上2個守衛的懷疑。莉莉布萊羅再次停止了。就在我們轉過突出物看不見他們之前，其中一人跳到岸上消失了。我差點改變我的計劃，去破壞他們的小船，但我擔心約翰希爾弗和其他人就在附近，我們的冒險可能會讓一切都前功盡棄。我們很快就在之前的地方登陸，並開始把東西搬到木屋裡。第一次是我們3個人完成的，像騾子一樣背着東西，然後把東西扔過柵欄，然後留下喬伊斯守衛他們。當然只有1個人，但有半打火槍。亨特和我回到小艇，再次裝載。我們一直這樣繼續下去，沒有停下來休息，直到所有的東西都被搬完了。然後2個僕人駐紮在木屋裡，而我則用盡全力划船返回伊斯帕尼奧拉號。我們冒險進行第2次搬運，似乎比實際情況更大膽。當然，他們人多，但我們的武器更好。陸地上沒有人有火槍，在我們靠近到可以用手槍之前，我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打倒他們中的6個。鄉紳正在船尾的窗戶旁等我，他已經完全從沮喪中恢復過來了。他拿起小艇的纜繩並繫好，我們開始快速地裝載船隻，因為我們的生命危在旦夕。貨物是鹹肉、火藥和餅乾，我們每人只拿了1支火槍和1把馬刀，也就是給鄉紳、我、雷德魯斯和船長。我們把剩下的武器和火藥扔到船外，那裡的水深2英尋半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鋼鐵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沉在乾淨的沙底。那時潮水開始退去，船開始繞着錨轉動，可以聽到有人在隱約地呼叫岸上小船裡的人。雖然這並沒有讓我們感到不安，因為喬伊斯和亨特駐紮在海岸的東邊，但這卻是我們離開的東邊，但這卻是我們離開的信號。雷德魯斯離開了他在通道裡的崗位，下到小艇上，我們把他轉向船尾的尾柱，以便斯莫利特船長更容易上去。嘿，你們！船長說，你們聽到我了嗎？我们没有从前甲板收到任何回复。我說的是你，亞伯拉罕·格雷。
我在跟你說話呢。也沒有回應。格雷，斯莫利特先生再次說道，提高了聲音，我要離開這艘船，我命令你跟隨你的船長。我知道你骨子裡是個好人，我敢說你們中沒有人像他聲稱的那麼壞。我的表在我手裡，我給你30秒的時間來和我一起走。沉默了一會兒。來吧，好朋友，船長繼續說道，別想太多了。每過1秒，我都會讓我和這些好先生們更加危險。突然，我們聽到了打鬥的聲音，然後亞伯拉罕·格雷臉上帶着一道刀傷衝了出來，像狗聽到主人的哨聲一樣跑到船長身邊。我和你在一起，先生，他說。過了一會兒，這2個人上了船，我們開始劃向海岸，快速地遠離帆船。我們已經擺脫了這次危機，但我們還沒有到達陸地，還沒有到達柵欄的保護之下。